是在家刷了一天经典特摄剧，却意外穿越到了迪迦世界，还觉醒了怪兽训练家系统，并且初始怪兽就是王炸。至此后，整个奥特世界乱套，通通变成徽章吧。此时你刚刚苏醒过来，就发现远处天空俯冲的梅尔巴，以及更远处山间的戈尔赞。同时，你面前出现一道系统面板，检测到宿主灵魂稳定，怪兽训练家系统正式激活。现在发放新手大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究极怪兽徽章海帕杰顿，额外奖励勋章鲁格赛特、摩格大蛇，获得怪兽空间暗之升华器。主线任务已开启，在迪迦苏醒前给这俩土著怪兽一点小小的异次元震撼。听着脑海里的声音，你不由乐。怪兽训练家这名字取得挺别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隔壁真心镇找皮卡丘。随后心念一动，散发着悠悠紫光的暗之升华器出现在手中，紧接着另一只手中出现一枚徽章。系统，你管这叫新手礼包？开局满级装，你这是想让我直接大结局啊？提醒宿主因世界法则压制，目前徽章仅能发挥其30%的威能，且持续时间随宿主精神力而定。闻言你摆摆手，30%也够了，毕竟这俩货加起来还没人家一根脚趾头硬。旋即举起升华器，将徽章塞入插槽。既然是路过，总得留点纪念品吧。海帕杰顿出来接客，下一秒一道漆黑的光柱冲天而起，一道的恐怖身影缓缓浮现，仅只是散发出的威压，就让正在冲刺的戈尔赞刹住了脚。那是源自灵魂深处的血脉压制。刹那间，海帕杰顿的身影从原地消失，下一秒便出现在戈尔赞身侧。海帕杰顿巨大的锯齿钳随意一挥，戈尔赞连惨叫都来不及，就直接被一击秒杀。一旁的梅尔巴吓傻了，拼命扇动翅膀，想要逃离这片死亡之地。想跑，我宠物刚出来还没运动呢。随着话落，海帕杰顿胸前暗紫色火球汇聚，直接将宫中的梅尔巴炸成粉碎。见此一幕，你有些苦恼的挠了挠头，下手有点重了，这系统礼包的数值设计不合理啊。就在这时，之前在危险中终于熬成汤的大古苏醒了，你趁迪迦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已然将海帕杰顿召回到徽章，随后对着迪迦挥了挥手，嘿，那边的那个穿紧身衣的大兄弟，你复苏的有点晚，怪兽我都帮你清理完了，不用谢。这时天空中出现一架运输机，发现幸存者，那是刚才那个怪兽的操控者吗？你感受着远处 TPC 探测器的扫视，并没有在意系统下个徽章是鲁格赛特还是摩格大蛇呢？如果下次把那条大长虫放出来，迪迦会不会直接抑郁了？只要宿主愿意，您甚至可以让他们去给迪迦跳极乐净土。好主意。随后转身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。与此同时，在宇宙遥远的深处，正思索着在如何抢石头的诺亚，突然身体僵住，随即目光穿透了无尽星云，锁定在了地球。这股气息，哪个混蛋把那家伙放出来？说出这话时，这位传说中的神明竟露出了类似头疼的无奈表情。而此时你正走在回市区的路上，丝毫不知这一幕。阴影中几个穿着黑色西装、神色诡异的人，悄无声息地向你围拢过来，正是基里艾洛德人。这群暗处的小老鼠似乎不太懂礼貌，正好我的海帕杰顿还没吃饱。话音落下，迷你版海帕杰顿出现，并一个瞬移将暗处的基里艾洛德人全部吞噬殆尽。同时系统的声音随着响起，检测到宿主清理小老鼠，海帕杰顿幼年封印态进度提升1%，奖励华子一盒永不抽完版，精神力小幅强化。系统，你这奖励真是越来越有生活气息了。第二天，在一家饭店内，大古找到了你，在一阵短暂交流后，确定你没有恶意后，便邀请你加入胜利队。对此你也提了2个要求。半小时后，在所有人神色戒备下，你耸了耸肩，语气带些玩味道，叫我林顾问就好。另外，你们的警报器在闪，确定不管吗？话音落下，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同时野瑞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来，队长在 K1 地区发现高能热源，空间坐标正在重叠，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。大古猛地转身看向你，是昨晚那些家伙？不，那是基里艾洛德人，一个喜欢称霸宇宙的虫子。说着同时心中问系统鲁格赛特还是摩格大蛇？建议宿主使用摩格大蛇。这种场面还是得吃货来解决。闻言你不由笑了起来，看着眼前的众人，各位，既然我入职了，总得有个见面。话落，你的身影消失在原地，再次出现已然在小黑屋，拿起手中的升华器。林轩允许访问，嘴角不由露出一抹邪笑，我感觉很好。大魔王兽摩格大蛇融合升华，一时间无尽的狂暴能量在异次元空间内沸腾。此时基里艾洛德人正站在城市中央，愚蠢的人类，我才是你们的引导者，臣服于基里艾洛德神吧。天空上方2架飞燕号战机正不停攻击，然而丝毫不起作用。基里艾洛德人抬起头，发出轻蔑的嘲笑，指尖凝聚出一团高热火球，准备将这2只烦人的苍蝇打落。就在此时，原本晴朗的苍穹瞬间被一片血红色的雷云覆盖，空间被一股强横到极致的力量生生撕裂。长着狰狞巨角、散发着毁灭气息的头颅探出，随着降落的瞬间，狂暴的冲击波将周围的建筑残骸尽数掀飞。基里艾洛德人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，这头突然出现的巨兽抢了他的风头，哪里来的野兽胆敢阻挡神明的道路？说着，胸口能量汇聚，一团超高热火球轰然向你袭来。对此，你直接张开了那长满獠牙的深渊巨口，一口将其吞掉，甚至还打了个嗝，吐出一缕黑烟。基里艾洛德人见状，顿时僵在原地。他引以为傲的预言，但被当成点心吃了，这就完了。既然你没招了，那就轮到我用餐了。话落，你撞穿阻拦前方的大楼，瞬间出现在基里艾洛德人面前，一口咬住了基里艾洛德人的手臂，随着一用力，直接将整条手臂硬生生扯断。你咀嚼了2下，嫌弃的吐到一旁，给出了中肯的评价。随后头顶的尖角开始闪烁刺眼的血色雷光，马加迅雷，千万伏特的红色闪电毫无保留的轰击
击在基里艾洛德人残破的躯体上。此时的基里艾洛德人统治地球的念想早已抛之脑后，他现在只想要逃回地底。见状，你直接一脚重重踩在他背上，来都来了，急着走干什么？说着，你张开巨口，黑红交织的毁灭光束在口中汇聚，把家窗口直接贯穿了基里艾洛德人，就连渣都没剩下，天地间重归死寂。同时，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击杀基里艾洛德人，魔格大蛇融合度提升至20%。任务奖励：怪兽徽章，古代怪兽哥莫拉。额外奖励：任由穿梭次元世界，可穿梭其他奥特平行宇宙。还算不错。随后，你抬起头，目光穿透宇宙，咧开嘴，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后，便化作漫天红光消散。与此同时 ，TPC 绝密会议室内中，几名高层脸色惨白地盯着屏幕。泽井总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沙哑道：“封存这份计划，立刻销毁所有关于那个男人的监测数据，别去招惹他，永远不要。”第二天，你在鹿岛海滩晒着太阳。昨日你回去后，便以连续高强度作战为由向居监会申请休假。然而，正当你享受着难得的清静时，一阵引擎的轰鸣声从头顶掠过，同时远处海面数十米高的水柱冲天而起，一个庞大的身躯从海底升起，正是利加德龙，一种以吞噬高纯度能源为食的宇宙怪兽。它没有理会四散奔逃的人类，而是朝着某个方向移动，那里正是 TPC 在关东地区最大的储能基地。大谷，这种弱鸡级别的利加德龙交给你应该没问题。说完，抬手间一道暗能量屏障与外界隔离。此时的大谷已然变身迪迦，与利加德龙扭打在一起，却不料被释放的闪电击中单膝跪地，起手被电了一下，节奏有点乱，应该先切强力型拉近距离，再用空中型拉开找输出位置，打法太莽了，你像个球赛上的教练给出评价。这时迪迦显然意识到了问题，瞬间切换为大谷快乐型，再度冲上前，硬生生将怪兽扛起，狠狠摔在地上。这时迪迦胸前计时器开始闪烁，于是再次切回复合型，直接释放出终极必杀，再配利鳌光线，光线正面命中利加德龙胸口。利加德龙在发出最后的悲鸣后，庞大的身躯向后倒去，轰然爆炸。见此一幕，你鼓了下掌，给了个中肯的评价，随后收起屏障，准备回去蹭晚饭。这时远处海边一架飞燕号缓缓降落，大谷的声音传来：“林玄队员回基地了，来了。”你应了声，便踩着人字拖朝飞燕号走去，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。时间转眼来到第二天，一大早新闻就报道当地海岸附近发现一具巨大的生物尸体，并且散发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。同时系统声音也随之响起：检测到生化异常能量源，主线任务一击必杀并回收犀利赞的基因序列。任务奖励：解锁怪兽徽章超古代龙梅尔巴强化版。闻言你不由挑了挑眉，梅尔巴虽然实力不怎么样，但好歹也是五帝王合成材料之一，看在五帝王的份上，你瞬间消失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胜利队众人正对着尸体探测着，突然原本沉寂的尸体突然摇晃起来。远在基地的野瑞脸色大变，队长雷达显示细胞活性正在呈指数级增长，他再活过来。话音刚落，一道沉闷的咆哮响起，犀利赞彻底站了起来，目光直勾勾盯着不远处的高纯度能源储罐。反应迅速的胜利队驾驶飞燕号驰来，两枚导弹精准命中犀利赞的胸口。然而令人惊悚的一幕发生了，本应爆炸的导弹非但没爆炸，反而直接陷了进去。常规武器无效，它在吸收我们的攻击。下一刻，正准备发威的犀利赞突然僵住了。只见你不知何时出现在此地，既然是死掉的东西，就该乖乖回地底去待着。哥莫拉，把它埋了。话落，一只全身覆盖甲胄的怪兽破土而出，与犀利赞那股颓废腐朽的气息不同，哥莫拉浑身散发着一股原始且狂暴的生命力。这时，犀利赞似是感受到了威胁，立刻朝哥莫拉喷出一股浓稠的绿色酸液，回应则是一条粗壮的尾巴，随后重重抽在犀利赞身上，将其直接抽飞出去。还没完呢，哥莫拉超震动波！收到命令的哥莫拉头顶的巨角开始蓄力，一道狂暴的震动波瞬间爆射而出，直接将犀利赞给炸成了碎片。随着战斗结束，天地重归寂静，除了空气中还没散尽的那股淡淡臭味，系统声也在此刻响起：击杀犀利赞，任务完成，获得超古代龙梅尔巴勋章强化版，魔格大蛇融合度提升至25%。随后收回哥莫拉，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潇洒离去。第二天 TPC 总部内，整个指挥室气氛十分凝重，屏幕上红色警告正疯狂跳动。谁也博士还没联系上吗？绝景死死盯着屏幕，脸上写满了不安。居监会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一旁的宗方指着屏幕，大谷已经驾驶1号机进入目标海域了，但那团云的移动速度极不正常，就像他有意识一样。就在这一片愁云惨淡中，你突然语气平淡道：别等了，那不是云，谁也博士他们大概已经变成开胃菜了。林玄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此刻绝景双眼通红，犹如一头被激怒的雄狮。你没有理会绝景的愤怒，而是指着屏幕上杂乱的音频信号。野瑞分析云团内的声音频率，闻言野瑞迅速敲击键盘，随着一段高频杂音被处理，一个稚嫩且尖锐的声音在指挥室内回荡开来：朋友，好吃美味。一时间指挥室内死一般的寂静。闪电人是因为人类排放的电磁波才异变成怪兽，他们对朋友的定义大概就是可以塞进嘴里。话音未落，通讯里突然传来大谷急促的声音：云团降落了，它在变形。天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只见卫星画面中，那团巨大的乌云轰然炸裂，一个长着巨大蝠翼、头部扁平的怪兽咆哮着冲向地面，嘴里喷吐着紫色的等离子能量球。大谷驾驶飞燕号不停躲避雷球。好了，我去看看。话落，没等众人反应，已然消失不见。另一边的大谷强咬着牙，伸手摸向怀里的神光棒。就在他准备强行跳击变身的刹那，一道划破长空的厉云声在云层上方炸响。只见一道红色的流光从万米高空俯冲而下，正是强化版的梅尔巴。他本是和戈尔赞齐名的毁灭者，但在你的暗之能量加持下变得更强了。检测
测到加佐特触发捕食任务，收割闪电人核心。任务奖励：怪兽勋章艾雷王。梅尔巴他比你快，这能忍。收到命令的梅尔巴眼中红光大盛，瞬间出现在加佐特背后，双眼猛然射出2道金色的石化光线，精准的命中加佐特翅膀。失去平衡的加佐特重重砸在地面上，紧接着梅尔巴将全身的能量汇聚在嘴中，梅尔巴超破坏射线，直接将加佐特给轰成了碎片。随后梅尔巴发出宣告胜利的咆哮后，便化作光粒子回到勋章，丁击杀加佐特。任务完成，获得艾雷王勋章，解锁程度完全体，摩格大蛇融合度提升至 28%， 海帕杰顿幼体解锁程度 50%。你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，不由心情大好。随后又过去几天，这天清晨，你被一阵刺耳的电子音吵醒。丁系统综合评估完毕，当前迪迦世界威胁等级对宿主而言约等于0。主线任务更新，宿主可自行前往其他次元世界。加坦杰厄降临之际返回协助迪迦将其击败。任务奖励：超古代邪神加坦杰厄徽章。额外奖励：暂时获得黑暗奥特曼雷杰多。完成迪迦剧情可获得完整雷杰多勋章。你猛地坐了起来，紧紧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。系统，你早说嘛，我现在一点都不困了。此时系统打开了一条时空通道，当你再次出现时，正站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，大屏上正播放着军械库最新新闻：赛文加击败怪兽表现亮眼。泽塔，看来新的游戏开始了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刺耳的警报声毫无征兆的响起，一块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，烟尘散去，正是凶恶宇宙胶盖内加古。同时系统也发布了新任务，行吧，虽然档次低了点，但那家伙的武器库倒是挺充盈的。此时姚辉驾驶赛文加降落，我是军械库驾驶员下川姚辉，怪兽吃我一拳，说着就冲了上去，与其说是肉搏，更像是被盖内加古单方面的拷打，最后被一尾巴抽飞出去。关键时刻，一道蔚蓝的光亮起，一片潜意识空间中，姚辉正接受新手教程，请喊出我的名字吧，我的名字是泽塔奥特曼。瞬间盖内加古被泽塔一记飞踢踹飞，嘴中喷出一大堆光团，你找准时机一把抓住一枚勋章，还没等你收起来，后背突然感到一股凉意，喂，捡到了不该拿的东西可是要交工的。你打量了一下眼前奥特圈出名的魅力反派，怎么军械库的队长还兼职捡破烂？闻言加古拉眼中闪过一丝凝重，他在你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光的气息，这让他本能地握紧了腰间的蛇心剑。你是谁？在这个地球上我可不记得有你这号人物。你傲然一笑，一个路过的怪兽训练家兼宇宙流浪者吧。闻言加古拉似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，好一个流浪者。话落瞬间一刀向你劈来，不过被你轻松挡下。望着加古拉略带震惊的神色，队长是不是在地球待久了，骨头都生锈了？加古拉猛地闪身拉开距离，这时盖内加古被姚辉和泽塔解决，你趁着加古拉分神的功夫，瞬间消失在原地，随后出现在一处便利店门口，手中正拿着初代泰罗和艾斯3枚勋章，而系统的提示音也骤然响起，获得奖励：巴罗萨新人勋章，检测到宿主即将入住，自动匹配身份，军械库后勤部特种机修组顾问遴选。既然是机修组，那我是不是该给赛文加加点料？随后又换出系统，海帕杰顿的解锁进度已然涨到了 60%， 这场游戏好像比迪迦那边还要热闹。之后在系统的帮助下，你成功入至军械库，在你有意交好下，和军械库众人也熟悉了起来，期间差点被结花的特制果汁当场送走。之后你闲着没事，不仅将赛文加翻新了一遍，动力响应更是提升了 30%。这一天军械库响起了一道巨大的警报声，在调出卫星画面后，一只体型庞大的怪兽正趴在发电站上。队长，这只怪兽叫内龙嘎，根据能量特征分析，是一种专门以电力为食的宇宙怪兽。一旁的杨子皱着眉，赛文加的动力核心就是电容驱动，万一被它吸了，就会变成一堆站着的废铁。加古拉接过话，随后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你。行吧行吧，不过得换个思路，等下我给赛文加装一套临时的高压放电模块，不用打它，喂饱它就行。闻言加古拉沉思了一会，杨子协助林顾问改装，姚辉去做战前准备，结花继续监控怪兽的动向。1小时后，此刻内龙嘎正朝着另一座发电站移动，这时姚辉驾驶赛文加及时赶到，赛文加出击，奥斯，姚辉冲上去紧紧抱住他，然后按按钮，很快姚辉就在你的指挥下死死抓着内龙嘎，一股脑的将储存的高压电能输送进去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内龙嘎到达了极限，见状姚辉立刻操纵赛文加撤退，而内龙嘎在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轰然炸裂，还不待众人高兴，地面突然震动起来，一头长着钻头的怪兽破了出，正是刚才爆炸震波惊醒的古维拉。这时姚辉用新得来的初代勋章、艾斯勋章和泰罗勋章变身成了新的形态贝塔冲击，刚一现身就是一套标准组合拳，把古维拉打得节节后退，最后被泽塔使用泽斯蒂姆升龙拳打爆。在战斗结束后，你来到此地，从地上捡起一块内龙嘎的鳞片残骸，经检测完毕，内龙嘎残骸不具备勋章化价值，但其导电极次的生物结构可用于赛文加后续改装。接下来的10几天里，整个军械库都在忙碌于2号机甲的研发，只有你有时对着机甲发呆，有时候又消失一整天，去往城市各地感知怪兽分布，唯独晚饭时间准时出现在食堂。这一天上午，本该是乌因达姆的演习测试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怪兽被迫为实战。此时杨子和姚辉刚驾驶机甲降落，泰莱斯通就率先发起了攻击，好在两人反应迅速，随后便一起冲了上去。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下，泰莱斯通很快就被两人打得节节败退，腹部的火焰带更是受到了重创。此刻的泰莱斯通彻被惊，口中再次汇聚起了能量。这时远在军械库的杰花脸色大变，队长，若是这口火以失控的火焰带作为燃料，
温度可能达到3000甚至4000度，2台机甲根本扛不住。闻言，加古拉立刻拿起通讯器，姚辉、杨子，快点离开那里！收到命令的2人同时后退。然而泰莱斯通早已对准了杨子，关键时刻姚辉变身泽塔，一记凌空飞踢当场将泰莱斯通踹飞，口中的火球也因此射偏。之后更是在泽塔和杨子的双重夹击下，很快就被打得倒地不起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紫色流光径直钻进了泰莱斯通的体内，顿时泰莱斯通体内的能量风暴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你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，赛雷部落这家伙还真是忍不住。此刻战场上的泰莱斯通脖子上已然长出了一圈巨大的肉褶子，随后猛地将泽塔撞翻出去，接着再次开始蓄力起来。见此，你果断利用加佐特勋章发出一道无形的电磁脉冲波将其打断。之后你便没再关注战场，而是找到了赛雷部落，没费什么功夫就将其拿下。由于后面还需要他为你的怪兽攒进度，所以你只是在警告一番后便将其放走。这时战场上泰莱斯通已然被泽塔解决。见此一幕，你来到泰莱斯通爆炸的区域，从废墟中捡起一枚暗淡无光的勋章，检测到怪兽勋章吉拉斯，收集度1，任务奖励海帕杰顿解锁进度提升至 68%。系统提示：巴罗萨星人的勋章可进行融合强化。在收起勋章后，你又回到了之前那副懒洋洋的模样。时间转眼来到了几天后，这天冰冻怪兽突然出现在了城市，加古拉也变身尖角星人，趁机在姚辉变身时夺走了泽塔升华器，并成功分裂出了黑暗泽塔升华器。你也因此完成了系统袖手旁观的任务，不仅大幅提升了摩格大蛇的进度解锁，还额外获得了强化型火焰戈尔赞勋章。此刻的城市中央，杨子驾驶的乌因达姆早已被冰冻，只有失去变身器的姚辉驾驶赛文加在死死支撑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恐怖身影在漫天黑雾中缓缓走出，正是加古拉利用杰顿庞敦摩格大蛇融合的之庞顿，一出场就与佩吉拉扭打在一起。同时姚辉也拿到了被加古拉扔回的升华器，立刻变身泽塔出现在战场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三角阵势。泽塔刚上前想帮助之庞敦，就被之庞敦反手一击打了个踉跄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然而回应他的则是一阵刺耳的笑声。见此一幕的你也有点心痒难耐，于是便掏出了暗之升华器。游戏当然要人多才好玩，火焰戈尔赞融合升华，瞬间你变身成戈尔赞降临战场，令正在对峙的两兽一奥同时停下了动作。之庞顿交给我，剩下的那个泽塔你要是解决不掉，就滚回光之国去喂猪吧。说完不给泽塔反应就冲向了之庞顿，加古拉则在一瞬间就反应过来，这股黑暗力量，林选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话落便操纵之庞顿与你战斗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泽塔也与佩吉拉扭打在了一起，但毕竟现在是泽塔的 TV， 所以佩吉拉很快就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最后被泽塔一发贝塔月牙斩解决。此时你被之庞顿一击破坏光线击腿，戈尔赞这种老掉牙的货色，即便加了点料也撑不起这种高端局。确实，版本更新太快，老英雄有点跟不上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尝尝这个。话落，只见戈尔赞消失在原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头背负巨大双翼、全身覆盖着艺术品般精致鳞甲的彩色巨兽，紧接着便是铺天盖地的压迫感如潮水般传来。之后你没有去理会惊呆的加古拉，转而看向了泽塔。别发呆了，姚辉，先把这个玩火的东西解决掉。说完就率先动起了手。起源安魂曲，泽斯蒂姆光线。反应过来的加古拉立刻施展屏障防御，随着一阵爆炸声响起，加古拉变身的之庞顿连同屏障一同化作灰烬。在距离战场1公里的草坪上，加古拉灰头土脸的躺在草地上，嘴角挂着一抹有些脱力的微笑。老实说，刚才那一击差点就让他去见了阎王，看来得请几天假了。与此同时，你刚恢复人类形态，就收到系统提示，摩格大蛇进化成了马加巴奇大蛇。时间来到2天后，这天一头长相奇特的怪兽从地底钻出，你一眼就认出这是盖亚宇宙的欧布蒙斯王，只是不知是怎么来到泽塔的世界。此时姚辉和杨子驾驶赛文加和乌因达姆降临战场，在几番交战下来，两人完全不是欧布蒙斯王的对手。就在此时，暗处的赛雷部落趁机朝欧布蒙斯王注入了一道黑红色能量，导致欧布蒙斯王能量暴涨，直接分裂出了斯修拉和巴吉利斯。见此，姚辉立刻变身成了泽塔，然而赛雷部落却不讲武德，变身成3帝王也加入了战场。